如果古代有人生重開模擬器，朱元璋的地獄難度能勸退99%玩家。16歲遇上饑荒瘟疫，父母長兄16天內接連暴斃，為了活命，他去當和尚，甚至當乞丐。誰能想到這種開局的放牛娃，最後逆天改命成為開國皇帝？本次視頻帶大家一起回顧洪武大帝朱元璋的一生。公元1328年，亳州钟離縣的一個普通農戶家中，一個男嬰咕咕墜地，父母為他取名朱重八。誰也沒想到，這個孩子日後會成為改寫歷史的一代帝王朱元璋。朱元璋一家擠在破舊的茅草屋中，父母在地主田地裡拼命勞作，收穫的糧食大部分要交給地主，一家人常常食不果腹。因家境贫寒，朱元璋沒機會上學，小年紀就去給地主劉德放牛，卻只換來微薄待遇，還常遭打罵刁難。一次，他和小夥伴餓得受不了，宰殺小牛犢飽餐一頓。為逃避責罰，他把牛尾巴塞進石頭縫，假裝小牛鑽進山洞。劉德自然不信，朱元璋遭毒打並被關禁閉。公元1343年，亳州地區先遭旱災，又遇蝗災和瘟疫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朱元璋的父親、大哥和母親在短短半個月內相繼餓死。他和二哥求地主劉德給塊地埋葬親人，卻遭冷酷拒絕和辱罵。關鍵時刻，鄰居劉繼祖伸出援手，給了他們一塊土地，兄弟倆才得以用破衣服包裹親人屍體草草埋葬。親人離世和劉德的冷漠，讓朱元璋心中埋下反抗的種子。為了活下去，17歲的他和二哥告別後，就前往黃覺寺出家為僧。在寺裡，他只是地位低下的小刑童，承擔繁重雜活，忍受欺負刁難。不久，寺廟因災荒無法維持生計，住持把和尚們打發出去化緣。朱元璋開始了3年的流浪乞討生活。這期間，他受盡人間冷暖，卻也變得更加堅強成熟，目睹了元朝統治下百姓的悲慘生活，反抗意識愈發強烈。公元1351年，紅巾軍起義爆發，各地百姓紛紛響應。此時在黃覺寺的朱元璋心中熱血被點燃。一天，他收到儿時玩伴湯和的來信，邀請他加入郭子興的紅巾軍。正當他猶豫不決時，師兄告知信的內容已被他人知曉，並準備告發他。朱元璋意識到已無退路，於是決定加入紅巾軍。公元1352年，25歲的朱元璋離開黃覺寺，前往亳州投奔郭子興的紅巾軍。初到亳州城下，他因衣衫襤褸，和尚打扮被守城士兵懷疑是奸細坤氣。幸好郭子興路過，見他相貌不凡，將他釋放並留在身邊當親兵。從此，朱元璋開啟軍旅生涯，每次作戰他都身先士卒，奮勇殺敵，逐漸嶄露頭角，得到郭子興賞識重用，被提拔為親兵9夫長，還娶了郭子興的養女馬秀英為妻。郭子興為他賜名朱元璋，朱與朱諧音，元指元朝，璋是一種尖銳的玉器，象徵着他要成為誅滅元朝的利器。從那一刻起，朱元璋不再是那個任人欺凌的朱重八，而是肩負着推翻元朝、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的使命的朱元璋。隨着朱元璋在軍中聲望漸高，引起郭子興兒子郭天旭的極度猜忌。郭天旭常在郭子興面前說他壞話，郭子興曾聽信讒言，將他關起來不給飯吃。馬秀英得知後，偷偷將熱餅藏在懷裡給他送去，胸口都被燙傷。此事讓朱元璋意識到依靠別人非長久之計，便向郭子興提出離開亳州發展自己的勢力。郭子興同意，並給了他一些人馬。朱元璋離開亳州後，來到定遠，收編3000民兵，又用計招降元軍隊伍，兵力迅速擴充到2萬多人。他展現出卓越的領導和軍事智慧，善於用人，注重軍隊紀律和訓練。同時，他四處招攬人才，李善長、劉伯溫、宋濂等謀士紛紛前來投奔，為他出謀劃策，制定戰略方針。公元1356年，朱元璋率軍攻打吉慶路，成功占領後，將其改名為應天府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，並以此為根據地開始統一江南的征程。他採納謀士朱升、高築牆、廣積糧、緩稱王的建議，加強城牆修築和防禦工事，發展農業生產儲備物資，保持低調，避免過早暴露目標。
勢力得以迅速發展壯大。此時朱元璋、陳友諒和張士誠是南方勢力最強的3支起義軍。陳友諒占據長江中游，兵強馬壯，野心勃勃；張士誠盤踞江浙一帶，經濟實力雄厚，但缺乏進取精神。朱元璋夾在中間，面臨巨大生存壓力。謀士劉伯溫建議先集中力量對付陳友諒，再收拾張士誠。朱元璋採納了這一建議。公元1360年，陳友諒率領10萬舟師，與張士誠共同夾攻朱元璋。朱元璋部下大多驚慌，有的建議投降，有的主張撤退。他力排眾議，採納劉伯溫伏兵四系擊之的建議，決定誘敵深入，設伏拒殲。他讓康茂才寫詐降書，誘使陳友諒進入包圍圈，同時布置伏兵。陳友諒果然中計，進入包圍圈後，朱元璋各路人馬齊齊殺至，水陸夾擊下，陳友諒兵敗，僅帶少數人突圍逃回江州。龍灣之戰勝利，朱元璋繳獲巨艦，增強了舟師實力。陳友諒則內部矛盾激化，士氣低迷。此後，朱元璋趁勝追擊，擴大勢力範圍。公元1363年，張士誠派部將吕真圍攻小明王韓林兒所在的安豐。韓林兒向朱元璋告急，朱元璋決定率軍渡江救安豐。陳友諒得知後，率60萬大軍圍攻朱元璋的洪都。朱元璋派侄子朱文正和大將鄧禹鎮守。朱文正和鄧禹帶領守軍顽強抵抗，與陳友諒大軍激戰，將其拖在洪都城下長達3個月。朱元璋解安豐之圍後，率20萬大軍回師救援，與陳友諒在鄱陽湖展開水戰。鄱陽湖之戰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水戰之一。陳友諒戰船高大堅固，數量多；朱元璋戰船較小但靈活。戰鬥初期，朱元璋軍隊處於劣勢，他發現陳友諒戰船連接在一起，行動不便的弱點，決定採用火攻。趁東北風大作，他命部下將裝滿火藥和蘆葦的船只駛向陳友諒戰船，封住火勢。陳友諒戰船陷入火海，軍隊大亂。朱元璋又命徐達、常遇春等將領率精銳部隊猛攻，最終陳友諒在突圍中被射中死亡，其軍隊潰敗投降。鄱陽湖之戰以朱元璋全面勝利告終。公元1364年2月，朱元璋攻克武昌，陳友諒兒子陳禮投降，大漢政權滅亡，朱元璋成為南方最強大勢力。隨後，朱元璋將目光投向張士誠。公元1365年，他以張士誠軍犯界等為借口，命徐達、常遇春率軍進攻淮東，很快將張士誠勢力趕出江北。公元1366年8月，朱元璋以徐達為大將軍，率軍向太湖進軍，先後擊敗張士誠軍，攻下湖州、杭州等地。後兵鋒直至平江，對平江城進行長期圍困。張士誠多次組織突圍軍被擊退。公元1367年9月，平江城被攻破，張士誠被俘，拒不投降後自縊而死。朱元璋基本統一江南。朱元璋掃平南方割据勢力後，發布豫中元檄，提出驅逐胡虜、恢復中華、立綱陳紀、救濟思民的綱領，贏得北方百姓支持。同年10月，他任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，常遇春為副將軍，率25萬大軍北伐中原。徐達和常遇春率領的明軍一路勢如破竹，先攻山東，僅用4個多月拿下山東全境，接着揮師西進河南，攻克汴梁、洛陽等重鎮。同時，朱元璋派軍攻克陕州、潼關，阻斷關陇地区與元朝聯繫，完成北伐第一階段戰略任務。元朝大都陷入明軍包圍圈。公元1368年正月，朱元璋在應天府正式稱帝，國號大明，年號洪武。5月，他親抵汴梁，聽取前線将領匯報，同意徐達由林清指導大都的主張。元順帝見大勢已去，率後妃、太子等逃離大都。8月2日，徐達率軍進入大都，元朝在中原統治結束。此後，明軍繼續西進，平定山西、陝西、甘肅等地元朝殘餘勢力。公元1371年，朱元璋又派湯和、傅有德等率軍進攻四川，消滅了明生的夏政權。公元1381年，朱元璋命傅有德、藍玉、沐英等率軍進攻雲南，平定了元朝在雲南的殘余勢力。公元1387年，
朱元璋派馮勝、傅有德、藍玉等率軍進攻遼東，迫使元朝殘余势力呐哈出投降。至此，除了漠北的蒙古残余勢力外，朱元璋基本實現了全國統一的大明王朝。登上皇位後的朱元璋深知創業難，守業更難，為了確保大明江山能夠千秋萬代，他開始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，採取了諸多鐵腕手段，以鞏固自己的統治。丞相作為百官之首，權力極大，在一定程度上對皇權構成了威脅。朱元璋對丞相權力的膨脹深感憂慮。胡惟庸在擔任丞相期間，結黨營私，獨斷專行，甚至妄圖謀反。公元1380年，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殺胡惟庸，屠滅三族。朱元璋也借此機會廢除了丞相制度，撤銷中書省，將丞相的權力分散到6部，6部直接对皇帝負責。這一舉措使得皇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，皇帝成為了國家的最高決策者和權力核心。從此，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徹底消失。此後10年，因胡惟庸遇受牽连者達3萬餘人，其中太師李善長等人也已與胡惟庸交通謀反被赐死，家屬70餘人被殺。著名儒臣宋濂只因受孙子连累，全家被貶到四川，他也病死于途中。公元1382年，朱元璋設立锦衣衛這一特務機構，其直接對皇帝負責，有偵查、逮捕、審訊等特權，可監視處置官員，使得朝廷內外人人自危。許多官員因小事被逮捕入獄，遭受嚴刑拷打，甚至處死。同年農曆8月，馬皇后病逝，傷心的老朱決定不再立皇後。朱元璋的太子朱標性格寬厚，主張仁政，曾多次為宋濂、藍玉等大臣求情，這與朱元璋的嚴猛治國形成對比。公元1392年，朱標因風寒去世，年僅37歲。朱元璋悲痛欲絕，朱元璋將朱標次子朱允炆立為皇太孫，而朱允炆年僅15歲，缺乏政治根基。朱元璋為確保其繼位，展開大規模功臣誅殺。公元1393年，朱元璋以謀反罪誅殺梁國公藍玉，牽連誅殺1.5萬餘人，包括傅有德、馮勝等名將。明初武將集團幾乎覆滅。由於朱元璋對功臣集團進行大規模清洗，制造了洪武4大案，即胡惟庸案、藍玉案、空印案和郭渙案，牽連眾多官員被誅殺。雖然皇權進一步鞏固，但也削弱了朝廷人才儲備，也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埋下隱患。公元1398年6月24日，71歲的朱元璋在應天皇宮中溘然長逝，結束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。